大家好，欢迎您再次来到小林风味的美食频道。我们今天要做灌焖牛肉。在北京生活过的朋友都知道，西外的北展边有一个著名的莫斯科餐厅，都管它叫老莫。那是北京60、70、80年代浪漫和西派的标志。曾经那里是北京最高雅的餐厅之一，它的巨大和奢华足以震撼当时的京城。老莫的特殊历史能追溯到中苏友好时代，那布尔乔亚式的品味，你唯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。今年的疫情困扰了全世界的人们，突然想起曾经吃过的这道美味灌焖牛肉，拿来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。这道菜荤素搭配合理，味道美味，制作也不复杂，我觉着对提高免疫力很好。你看到的是1000克新鲜的牛肋条，把它第一遍的水倒掉，很腥，然后把它切成这种棋子块，然后准备好香料，再重新起锅，加入新的清水，这样再炖出的牛肉又清香，汤也不浑。香料很简单，一起下入锅中，把水倒的和牛肉一样高就可以了。我用高压锅炖煮1个小时，这个期间我们把要用的辅料都给它洗净、去皮，切出这种菱形块。把这些食材准备好之后，要用油把土豆、胡萝卜把它炸一下。今天我把它改良一下，用空气炸锅，这样可以少吃一点油。少吃油，但是口感并不差。这是其他的蔬菜配料，都把它一次准备齐。你看，把胡萝卜做好之后，再把土豆也搁进去。你看没有油，但是已经有焦焦的边儿了。这种焦焦的边儿，最后烤出来是很好吃的。其他的配料，比如芹菜、青豆，也依次把它准备齐。1个小时到了，我们打开锅看一看，牛肉现在是这个样子，非常清，非常香。我把上面的一点油给它撇掉。你如果不想去掉，很香浓的口感也可以。桌子上的这些就是我准备要做的辅料以及调料。现在我们把黄油进锅炒一炒香，然后把准备的面粉搁进去，这是可以起到让汤汁浓稠的秘密哦。把面粉炒出香味之后，再把洋葱、土豆还有烤好的胡萝卜通通放进去，一起煸炒，炒出香味儿。把这些基本食材都炒香以后，把我们刚才用高压锅压好的肉和汤倒进去。这时候我们要往里加的番茄酱不能客气，要多加一点，我加了80克。事实证明，如果再加一点会感觉更好。当肉汤和蔬菜在一起相互融合的时候，这扑鼻而来的香味儿让我再次想起了在老莫吃过的灌焖牛肉。还记得第一次去老莫吃西餐的时候，那精美照人的餐具，华丽高吊灯的顶棚，温馨浪漫的烛台，异域风情的美食，随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不晌的音乐，一道道红菜汤、灌焖牛肉、大列巴、奶油烤鱼、格瓦斯、蘑菇汤、鱼子酱，这扑面而来的人文情怀，真不是我今天copy的一个灌焖牛肉所能涵盖的。刚才炖煮过程结束了，我们现在要把这些菜进烤箱烤一烤。这是芹菜和蘑菇丁，把它们垫在碗底儿，然后
撒一点我们刚才拍的蒜末，然后浇入刚才我们炖的一锅菜还有牛肉。今天我烧菜比较多，所以分了几个小罐小盘儿。自己家如果人口少，可以相对的减量。在最后进烤箱之前，撒一点青豆，压2块刚切的西红柿。烤箱的温度我设置的是华氏350度，又烤了1个小时。在烤了50分钟左右的时候，把盖儿打开，我们要浇入鲜奶油，再烤10分钟。随着奶油的加入，这道菜就有了更香滑的口感。奶油的多少随个人喜好。俄式的菜非常喜欢用鲜奶油或者是酸奶油，欧洲菜喜欢用 cheese， 但是这2种口味都很好吃。10分钟以后就出锅了，热气腾腾，香气扑鼻，准备开吃吧。先倒上1杯酒醒一醒。冬天就要来了，望着外面的皑皑白雪，如果你学会了自己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灌焖牛肉，会让你觉着家就是我们甜也爱它，苦也爱它，永远都不离不弃的天堂，也会让我们暂时忘却了疫情带给我们的焦虑。好了，今天的灌焖牛肉就给您介绍到这里，希望您喜欢，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和订阅我的视频。我是小林风味，我们下期再见。